喂，我爸不讲，刚刚有几个巡捕来寻侬哎。巡捕啊？早，陆先生。早。哎，王阿姨。怎么称呼啊，大哥？乔楚生，租界巡捕房的探长。哟，这么年轻当上探长，佩服佩服。别废话啊！现在开始，我问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如实回答。敢撒谎的话，我就搞死你。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姓名？陆阳，年龄24，职业呢？家里蹲。放屁！沙逊银行股票部经理。你都知道了，你还问我？康桥大学3医学院毕业，英国美生会执事，数学、医学双学士，可以啊你们。还有法学，懒得毕业答辩，否则就是3学士。那你就是知法犯法了。这话我听不明白啊！我犯什么法？别装了，昨晚9点干嘛去了？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放你的屁！你个杀人犯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杀人啊？我杀谁了？全老六啊！他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昨晚9点是上海著名实业家聂成江的新宅落成仪式。据目击者称，8点45分，被害人陈秋生和3名手下进入现场之后，曾与你发生激烈冲突。我看，这是光头呢？快点！六哥，找死啊你！见你一面，可真是太难了。小策了，侬又来了。那钱你也拖了快半年，该还了。你还敢跟我提这个事情？你放出的假消息让我们所有人爆了场。我没找你要钱，已经给你脸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要是再缠着我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阿罗汉乌，我说过了，见一次打一次。不是，你们知道我谁吗？啊！我等3次说话，放手！1、2、3。他说的，我听到还是会死。昨天你弄啥子？陈秋生，这个梁子咱们算结下了。那小赤佬，我姓商。到了，消消气，跟这种小次佬犯不上。啥味道可劲？弄啊，打不！我说没弄一次，因为数学，他再来弄死一次。你我看，这儿。啥事？最近江湖上不太平，你们2个做小弟的，罩子给我放亮点，听见没？是，方秘书。
哥哥，里面没有人啊！里面没有人啊！里面。你们刚刚看见了吗？啊！镜子里伸出一把刀来，把老大给捅了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怀疑我是杀人凶手？废话，人不是你杀的，你早上为什么要逃？我昨晚9点干嘛去了？昨晚我被陈秋生的保镖轰走了，然后我就到停车场找到他的车。后来我就回去了，然后今天早上醒来，你们就把我抓了。我以为是滑车才抓的我。探长，对付这种滚刀肉就不能太客气，否则蹬鼻子上脸。刑讯逼供是吗？好，我要见我律师。这儿是租界，不是法外之地。哎，哥，听着，文明人都是哎。我操！还敢说我姨上面？看。喂，信不信我告你流氓？啊！是你耍流氓好吗？再给我说一遍。白小宁，干什么呢？找你啊。妈，家里出事了？出大事了，我跟我爹吵架离家出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昨晚他趁我在报社加班，带了女人回家吃饭，让我抓了个现行。你娘都死这么多年了，那也不行，而且还是个交际花，我爹也真不嫌丢人。老爷子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你管不着吧？好，我不管，我离家出走，以后本小姐自己养活自己。凭你的稿费啊？主编说了，让我负责社会治安口，拿到独家就给我涨稿费。行吧，你加油吧啊！听说你有大案子啊？啊，8字没撇。哎，你办你的案，我旁听，绝对不打扰你。拜托嘛，出生哥，昨晚到底什么情况？说说嘛，你最疼我了，对不对？昨晚，陈老六在聂府的卫生间被谋杀，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是谁啊？啊，我是聂府的家庭医生，我姓赵。事发时候，我第一个赶到现场，可我到的时候，陈先生已经不行了。尽管我采取了必要的抢救措施，可是，陈老六，四哥，爸爸，焦探长，老大让人给捅了，家里没敢通知呢。哎，把他带回去。什么情况啊？今天晚上9点钟，老大上完厕所，洗手的时候，让人给捅了。你们没跟着他呀？哎，不是，当时俺俩就在门口啊，可是老大还是给人捅了，还是让人捅了？干嘛吃的你们啊？凶手呢？镜子。我们3个都看见了，镜子里伸出把刀来，把老大给捅了。事发之后，我们当场就检查了所有隔断，没人。俺俩可以保证，
罗大兵同意后，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进出过。我早就检查过了，这种隔断不可能有夹层。这个房子里边也没有窗户，我们几个一直都在，绝对没有人能出去。乔四爷，聂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中央布防新来了个探长，没想到是你。小弟初来乍到，还请您老多指教。指教可不敢当。陈老六死在我家，回头传到江湖上，不太好听。今晚来的宾客里，有什么可疑之人吗？倒有一个沙逊银行的股票经理，姓陆，名尧。陈老六被杀之前，跟那小子吵了一架，把人家轰了出去，场面很难看。那小子临走前放话，要对付老六。坐好了。乔探长，这不大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吗？审讯过程让记者参与，这符合规定。什么？舆论会干扰司法公正的呀，这个是基本常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记者啊？他右手中指内侧有茧，指尖有未洗净的微亮墨痕，说明是个文字工作者。从衣服到鞋，全身行头300往上，可是他用的钢笔很廉价，样式呢跟街头小报《新月日报》很相似。街头小报，你知道本报的发行量有多大吗？评价报纸的大小标准呢是文章的质量跟思维深度。贵报就算是卖到1000万份，也是小报。怎么样？你这种头烫一次就需要10几大洋，可你头上有一种小旅馆常用的廉价肥皂味，说明昨天晚上不是在家睡。袜子呢换了一面继续穿，说明走得比较急，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。富家女跟家里吵架，离家出走。你还能看出什么呀？您刚当上探长吧？这都能看出来？他戴的表爆贵，别的探长生怕被说贪腐，绝对不敢辜负。而且由于是新手，手下对你很不认同，所以审讯过程中呢，经常会越俎代庖。没有办案经验却能当上探长，说明上头有人。看气质，您是江湖中人，加上你对他既排斥然后又顺从的态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家里人就是你的老大。这种特殊的关系，让你不得不违反规定，让一个记者参与旁听过程。可是很抱歉，本人作为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，有权拒绝一切采访。看来你比我更适合当探长。承让。你跟死者为什么会发生争执？他做股票爆仓，我是去追债的。你去追债不成，反被当众羞辱，于是你就心生杀机。乔探长，你让一个白痴替你审案子传出去，你不怕丢人？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。坐下。乔探长，租界跟别的地界还不一样，这儿是无罪推定。什么意思？1764年7月，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《论犯罪与刑罚》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，并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。也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在法院宣判之前是不能被称之为罪犯的。简而言之，在警方无法提供有效犯罪证据的前提下，疑罪从无。阿斗，去聂府把看车人找来核实他的口供。是。
等等我，等等嘛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需要跟你汇报吗？是不是有新线索啊？啊？没有。哎呀，哥！哎，您下去。六年啊，这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。上海滩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盯着我，我办不好，老爷子也丢脸。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探长是老爷子让我当的，你知道多少人等着看我笑话吗？哎呀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给你丢人的。你别给我听了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乖啊，这案子有什么眉目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，信不信？你放心，要是有线索，我也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老爷，四少爷来了。知道了。老爷子，哎，警服挺合身呐。合适是合适，就是不敢照镜子。为什么呀？看见警服就想抄家伙。哈哈，穿2天习惯了就好了。那个案子怎么样了？嫌疑人已经抓到了。陆遥。你认识啊？沙逊派人过来，特意嘱咐说那是个读书人，千万不能动刑。沙逊想保这个人。如果他真的要是杀了陈老六，谁能保得住他？他在沙逊那儿操持股票，内幕交易肯定少不了。沙逊不让动刑，8成是怕泄露商业机密。这帮洋鬼子，西装革履的，道貌岸然。背地里不知做了多少糟心的事儿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让你进普房，一个是想洗白，以后能干点大事；第二，就是制衡。想在租界上做买卖，光有钱和枪还不够，还要知道人家的游戏规则。法律才是最好的武器。明白。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陆遥的情况。陆遥这个人吧，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实际上呢，衣冠禽兽。他这个人吧，眼睛里只有钱，为了钱能够出卖一切，包括自己的朋友和良心。我承认，他就是一个天才，打牌下棋没有对手，分析股票行情基本上没有出过错。短短半年时间，他能从一个实习生一路晋升到股票部的总经理。不过为此啊，他不惜得罪所有人。那你觉得他会杀人吗？会。不过他要想做这事儿，应该不会被抓到。那他在上海还有别的亲人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女朋友呢？一个自私自恋的禽兽，怎么可能有爱分享给别人呢？我先后采访了好几个同事，大家说法差不多。哼，这哥们儿人缘很差呀。那你觉得凶手会是他吗？不是。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江湖人我见得多了，心里有杀气，眼睛根本藏不住。那个陆遥，可不敢。是他们。对个，昨天夜到9时1，小王八蛋。具体时间知道吗？9点，电台里向沪剧刚刚开场，哎呦，外面的狗就狂叫啊！我马上就跑出去，那个家伙正在砸车子。乔站长，那狗狰狞啊，那千万不要客气，我死里打他，难以折腾。先生，这边请。来，我先跑了。
他有不在场证明啊。他自己又不知道啊。所以你想干嘛？哼，哎，废物利用一下。看车人来过了。怎么说呀？经过辨认，昨晚划车的确实是你。我就说嘛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还不行。哎呀，修车钱我会掏。虽然昨晚划车的是你，但是具体的时间还不能确认。你很有可能是杀完人再划的车。这事还没完了。不过我相信你不是真凶，但是你毕竟是犯罪嫌疑人嘛。如果你想洗脱嫌疑的话，想洗脱吗？想的话，就要帮我一起找到凶手。我没这个闲工夫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？阿斗啊，对陆先生要客气一点。其实我可以放，但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么诡异的案子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难道你想背着嫌疑人的身份一直这么招摇过市吗？外头那个女记者你看见了，她可认定是你。我可以放了你，但你出去之后她怎么写稿子，我可管不了。我要去案发现场。现在吗？不然呢？还要留我吃饭吗？阿斗，备车。装修风格好奇怪啊！镜子对照，这风水得多差，还等风水呢。略知一二。你相信镜子里会有人钻出来？不相信啊，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。案发之后，除了死者和3个保镖之外，再没有任何人出入过。建筑图纸也对比过了，没有任何可以藏人的空间。这儿有点意思。发现什么了呀？这儿有点松动，应该是一个密道。放心吧，都检查过了，后面是实心的墙。这装修没粘好吧？那天花板检查过了，离屋顶不到2寸，藏不了人。3个目击证人审了吗？审完了。口供呢？巡捕房呢？2个保镖，1个秘书，同时目击他被杀。对啊，保镖说先看到镜子里有人拔刀杀人，等他们冲进去的时候，人已经消失了。那这么个地方，短短几秒，凶手也来不及藏啊。有没有可能是他们3个人联合起来串供啊？有可能。你怎么来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巡捕房你家开的？我查到什么了呀？那2个保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，就在上个月，忽然还清了。保镖有问题，那何坤也在现场，他跟了陈老六10几年，忠心耿耿，有口皆碑的。当年何坤是一个打手，后来受了伤变成废人，陈老六非但没赶他出门，还把他留在身边当了秘书。就这份大恩大德，江湖人得记一辈子。验尸报告出来了吗？不是被捅死的吗？太马虎了吧！验血、验尿，所有指标全都验一遍。你，再跟我去趟聂府。干什么啊？凶手在他家杀的人，作为屋主，不查没天理。赶紧的，备车。哥，你为什么要听他使唤？我有的选吗？怎么啊这是？哎，报纸上瞎写，聂老先生看了之后，气得心脏病发，
差点没抢救过来。写什么了？还不是说聂老先生以前和陈老六那点事儿，都是无凭无据、捕风捉影。他俩有过节吗？聂先生这个新宅呀，以前是个村子，他呢花钱委托陈老六办拆迁，后来听说还死了人，报纸上说这是报。当时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是吧？是啊，那保镖啊满楼里喊救命，我是第一个到2楼。当时陈老六已经躺在地下，脉搏没有了。我一看，赶紧把他刀拔出来，捂住伤口，给他做胸口摁压。可是呢，还是回天无力了。您带的这个是聂老先生送的。那您在哪儿学的医啊？哈佛。那这个当家庭医生的收入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没有大医院多。好在呢，人比较清闲。哥，我也是学医的，以后有什么好的门路，推荐一下兄弟呗。你说他一个家庭医生，凭什么戴这么贵表？我一个股票投资经理，我都没戴这么贵的表。你要不赶紧把他抓了，表我带回去研究一下。你能不能专心点啊？啊，我这陪着你跑前跑后的，你跟个家庭医生在这聊手表，到底有没有发现啊？有啊。哎，我问你，拆迁有油水吗？那得看拆哪儿了。这个村子肯定没多少钱，不过这个宅子倒是很值钱，德国人监工设计，在上海也算顶级豪宅了。我需要一些有关于拆迁的资料。村子都拆了，去哪儿给你整资料去？你不是探长吗？怎么这么点事儿也办不了？你不要忘了，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。行，那你现在把我抓起来，抓！有没有人啊？开门啊 ！Hello。你来干嘛？嗯，这公寓不错嘛，租金贵不贵？请问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当然。哎，你要的消息我都打听到了。这么快？我是个记者，小事一桩嘛。当时陈老六负责拆迁，大部分村民都已经被迫离开，只剩一个孤寡老太太，给多少钱都不肯办。后来陈老六一气之下，半夜往老太太家里扔鞭炮，老太太吓得当场心脏病发作，一命呜呼。这种事儿应该起诉吧？家人都没在他身边，就连收尸的时候都没有人来。哎，话说，你为什么认定这件事情跟拆迁有关？凶手选择了一种最困难的作案方式，以这种智商要杀陈老六易如反掌，可他偏偏选择在聂府作案，为什么呢？说明他想把聂拖下水。会不会是聂自己干的？他俩之前生意上有往来，分赃不均。你杀人选择在自己家，还当着全上海名流的面，什么智商？你小学毕业了？呵呵，有件事情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好事坏事啊？聂成江家的看车人今天来了补房，推翻了之前的供词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您的不在场证明失效了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肯定是有人指使喽。大哥，您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呐？所以啊，我劝您，还是用您那点小聪明，尽快找出点线索来。怎么了？过来自首了？自什么手呀？分明是有人要陷害我。聂成江找了英国人，让我尽快抓你归案。你赶紧的啊，我扛不住了。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当初也是他把线索引向你的。难道说……那什么，验尸报告出来了。
刀口比心脏低2公分，斜插进右心房，一刀毙命。凶手稳准狠，是个高手。凶器上无指纹，漂亮。死者体内有高浓度的利尿剂，他有高血压？不知道。有死者病历吗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查呀？太多了。他体内居然还有浪荡碱跟阿托品，那是什么？草药中提炼的麻醉剂，吸入之后会四肢僵硬，反应放慢。看来凶手动手之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。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吧。这块表也有问题。表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呢是镶钻款的宝鸡陀飞轮，原本镶嵌的应该都是钻石，但是这个表被人换成了不值钱的水晶，价格差几十倍呢。江湖人嘛，正常。想装酷，手头有紧。找人帮我订几块镜子。做镜子干什么？就按这个图做。这块玻璃完好无损，检查一下。再检查一遍。来吧。可我还缺一个帮手。赶紧的吧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……别急，还没完呢。这怎么做到的？小戏法啦。这块玻璃呢，可以上下移动，在后面的镜子掏个洞，然后手就可以伸出去，之后再把前面的镜子归位，看起来就像是原来完整的一块。可是我没有看见你归位啊。因为我有个帮手。乔探长，辛苦你了。可是，在现场我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装置。起初我听说镜子当中有手伸出来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。后来去了现场，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，但原理肯定差不多。第一嘛，都是障眼法；第二，现场肯定有个托。现场有3个人，不都已经审过了吗？一定有被忽略掉的细节，这3个人得重审。我都跟你们讲了多少遍了，多少遍了！我当时就在门口啊！你没看到他是怎么消失的？你问我，那我问谁去啊？那个地方有个转角，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，人早就没有的了。有转角，你们怎么看见凶手刺杀陈秋生？镜子啊，那个屋里全是镜子。虽然我们被转角挡住了，可是透过天花板的镜子，我们还是看得到。你们冲进去之前，盲区时间有多少？其实也没有盲区啊，虽然我跟二虎在后面。可是何坤在前面，他能够看到啊。对，没错，我亲眼看见老大对面的镜子里伸出一只手来捅了老大，然后又缩了回去。喝死人了，真是喝死人了！哪个晓得怎么办？还好何坤在啊，他还算冷静，让我赶紧找人。可是等医生来的时候，老大已经咽气了。你说我们做保镖了，连老大都没有保护我。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你歇会儿，我来。加油！什么意思啊，四哥？啊，放心吧，例行公事，问完就放人了。
你们是怀疑我们杀了老大？陈老六那么抠，动辄打骂弟兄，办事也不讲规矩，身边贴心的弟兄都走光了。我要杀他的话，我用等到现在吗？杀了他，你不就可以上位了？杀了白老大，你也能上位？你会这么做吗？聂成江跟你有联系吗？我联系他干嘛？可我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栋房子，在法租界，装修很豪华呀。说吧，赌债怎么还上的呀？赌狗赢来的。哪一场哪一支？压多少赢多少？四哥，我们这种人来钱不方便讲的啦，你晓得呀？你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哎呀，这是干嘛啦？陈老六死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如果不交代清楚的话，谁也别想走。不是，四哥，四哥，哎，不是，这是干什么？招了吗？陈老六的表上面的钻石被换成了水晶，然后拿去卖了，还了赌债。杀人承认了吗？你觉得他们仨谁的嫌疑最大？何秘书。为什么？他虽然不是凶手，但是肯定是同伙。那凶手是谁？你猜？我要放下。怎么了？哎，当归、麻黄、半边莲，这些都是心脏病的大忌啊！赵医生，你这是要以毒攻毒啊！小赵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种药再吃几副你就升天了。聂老先生，您别听他们胡说，我这个药对您的病绝对是有特效。想杀人费这么大劲儿干嘛？直接找个机会一刀捅死多轻松。陆先生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是怀疑我杀了陈老六是不是？当然了。凭什么？首先，上次见面时你说，当时陈老六已经躺在地下，脉搏没有。我一看，赶紧把他刀拔出来，捂住伤口，给他做胸口喷压。你是哈佛毕业的，接受过高等的医疗教育，那种情况下拔刀就等于放血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我是主研皮肤科，初次见到血，我一下子慌了，未经思考，采取了不太恰当的抢救方式，这倒是我的过错。跟我回案发现场，我当面演给你看。